眼泪。爸。啊。怎么就你一个人回来？啊，许乐磊他不回来吃饭吗？楼上的2位啊，那你还不做生意哦？每次吃饭都要3催4请，赶快下来吃饭啊！好，马上来啦。这许乐最近怎么回事？老是看不到人影，怪怪的。这男人在外面多留意，有的时候要管一管。管不了的男人啊，我看算了啊。老呀，什么算了哈？你以为女儿的感情是怎样？是水龙头是不是？说开就开，说关就关啊？男人要管哦，就是要等结婚以后。现在最重要的哦，就是赶快让他们2个结婚。拜托你不要再逼我们结婚了，好不好？我们分手了。分手？啊，不是要以结婚为前提才交往的吗？怎么会分手嘞？你还跟他要了500万，因为你把爸买房子的钱拿去投资股票，全部赔光了，对不对？雪，你说什么？你真的把买房子钱拿去买股票了？你真的跟许乐要了500万啊？哎呦，说要那么难听，我是跟他借啦。你这太不像话了！你打电话给许乐，叫他回来，我跟他谈一谈，我把钱还给人家。要有钱早就还了啦，啊，都自己人了啦，又不是没有钱呢。你讲这些话，你还像个妈妈？你这是卖女儿，你知不知道你？你讲的什么话？什么我卖女儿啊？我女儿才值500万吗？我是看那个许乐勾引，我才把钱嫁给他嘞。你越说越有道理了。怎么回事？拜托，你们不要再吵了，不要再管我跟许乐的事了。不过就是失恋而已嘛，哭一哭就没事了。先。您的电话将转接到语音信箱，多声后开始计费。答不留言，请挂断。快速留言，多声后，请按2次，请自便。不要放弃他好吗？他曾经被人遗弃过，不应该再有人遗弃他。这家挺好吃的，来，这次真的没有灵感。我原本以为这个世界上有一种魔法，我只要轻轻的一触碰它这个机关，灵感就会源源不绝的向我而来。后来我发现我错了。根本没有人喜欢我的东西，我已经不知道该怎么跟这个世界上做沟通了。灵感呢？
我是不懂的。但是你天天赖在这里，我就觉得有点奇怪。怪吗？我只是怕回去那里。啊，女朋友家？他们好吵，好热情，我不知道该怎么跟他们做互动。龙哥，我问你，人跟人之间，为什么一定要透过讲话这个方式来做沟通呢？而且我们有时候说的话，并不是我们的真心话啊。这当然了，男人是视觉的动物，女人是听觉的动物吗？这你都不懂。哦，所以我们就要一直持续不断的说下去，说下去，就算说的不是自己内心的话，也要继续说。对呀，男人讲的话根本就跟心里面想的是不一样的。好累哦。为了不麻烦，累也值得的。人的脑子哦，只有一个，我要用它来去想一个完美的故事结构，再去编织一个动人的故事文字。现在呢，还要多加一个，我要再去想一个口是心非的话，不够用。脑子不够用，脑子本来就不够用嘛，这是当然的。来，不讲太多，喝，喝多点就有灵感了，知道吗？写东西啊，要有生活体验，多喝多醉就行了。龙哥，你醉了吧？从来不醉的，很厉害的。很奇怪哦，我平常喝一杯我就醉得一塌糊涂了，可是今天我在这边跟你喝，我喝了这么多，我一点醉意都没有。哦，你想醉吗？太容易了，来。喝完杰克，你就差不多了。来，先干一杯啊！来啊！看看你今天掌握酒量有多少。哇，那么大杯，来。有事找你，请回电话。那些。喂。找我。嗯。有事吗？我碰到小老板了，我想你应该要去找他。小满不是应该在瑞士吗？他在疗养院。我为什么说不出来？我也想问他，他过得好吗？他想我吗？可是，听到他冷漠的声音，我却什么也说不出来。请问一下，马永瑞住几号病房？怎么写？永远的永，睿智的睿。哦，好。
哦，外科病房。外科？他是什么病？他不是生病，他是车祸哦。车祸？严重吗？哦，他的左腿粉碎性骨折，所以动了截肢啊。截肢？你们帮他动截肢？对。他腿没了？对。你们这什么烂医院啊！他腿断了，你把他接回去就好，你把他截肢干什么？你们这什么烂医院？什么烂医生？你们怎么这样对待病人啊？什么东西啊！先生，不管这个病人是你的什么人，我们都已经尽力。我了解你的心情，但这里是医院，如果你这样继续咆哮，打扰到其他病人，我们只好请你出去。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对不起。那你可不可以告诉我，他的病房是几号？同学，我叫马永瑞，没有女朋友。原本以为今年会在瑞士跨年的，没想到却是在这边度过。不知道101的烟火这边看不看得到？你不够朋友。对，我不够朋友。你还在生我的气是不是？没有，在日月潭，陆仪都跟我说了，你们俩一点关系都没有。我愿意相信陆仪，也愿意相信你。既然如此，为什么不联络？我是人称小马的帅哥小老板，我不要看到你们悲伤的表情。你可以体会阿豪，为什么不能体会我？那是因为你跟阿豪不一样嘛。你乐观的，你开朗的嘛。你永远是我们之中的开心果。你对生活总是充满无限的乐趣，你脑子里面总是充满无限的创意。我们连叫你安静的10分钟你都不愿意的人，你怎么可以消失？你不可以消失的。因为这段日子的我，不是你心目中的我。懂了吗？我不是故意不理你们，因为我知道我过得再烂也不会是一个人。但是，我是想靠我自己的力量，再站在你们的面前。我不想像阿豪一样，抱着悲伤、遗憾和我们大家的相遇，
我也不想像阿豪一样，一消失就是消失3年。我相信我可以好得很快，我可以复原得很快的。不信你看，你看嘛，有没有？走得很顺嘛，超快的、啊，对不对？走得很好啊。其实啊，用3只脚站起来很简单的。上面。来。有时候，自己的路还是要靠自己走。朋友只能帮一时的忙。小老板，怎么来了今天还好吗？ ？OK 啊，每天都离好更近一点点。哎，今天圣诞节你不用上班啊？我请了2个小时的假，晚上要回去加班。小老板，圣诞节快乐！苹果。对啊，你说过的啊，1天1苹果，病痛远离我。你还记得啊？当然啊，而且当初也是因为苹果，我才会被小老板你留在旁边当助理的。对哈。今天天气不错，陪我出去晒晒太阳吧。好啊。圣诞节还可以收到苹果。苹果真的是好东西，可惜许乐不喜欢。许乐，他为什么不喜欢吃苹果啊？小时候他在孤儿院接到别人送来的烂苹果，都已经长虫了，所以以后他每次看到苹果都会有恐惧的感觉。是你告诉许乐我在这里的啊？是。那你们和好了吗？没有。我好羡慕你跟阿豪哦，你们都懂得怎么跟许乐相处。他只不过是自闭的傻瓜，其实超搞笑。会吗？许乐搞笑？你不觉得他常常因为活在自己的世界里面而做出异于常人的事吗？好比说你们刚认识的时候，喂，你不要做傻事啊！想想爱你的人，想想爱你生，相称辛苦。是日月塔，你在我手上了。哦，对不起，对不起。偷！对不起，对不起。门啊，门啊！我要去阿里山，我要去阿里山，我要去阿里山。我想去阿里山。我没去过阿里山。好像是啊。就是啦。他不但搞笑，还外加身体残障。我记得我们高中的时候，每次爬墙出去，他都会跌倒，我们都需要训臂了。怎么啦？是因为现在身体残障的是我。
放心，现在的义肢都做得很屌，我一定会特别找一条非常性感的腿。我爸跟我说，叫我回英国。他说他帮我找了一个很厉害的复健医师。那你怎么不去？不知道。虽然现在和大家没有见面，但是总觉得我们还在同一个地方，觉得离你们好近。就算这样都好。小老板 ，Nancy， 我想做一件事。什么事？带我离开这里1个小时。这次的企划案就麻烦你了。谢谢谢谢。那下次会议的时候再麻烦你那个资料，没有问题。再对一遍。我们下礼拜。他瘦了，比之前瘦了1圈。但还是那么美，那么动人，好满足的平安夜。那些，谢谢，这样就足够了。你还是不去见他吗？你说，我出国那天他有来？是的。他有没有说什么？他说：“我不能就这样让小马离开，我要告诉他，我会等他，会一直等他。”他说会一直疼我。嗯。我一定要站起来，为了他这句话，我一定要站起来，在他的面前。小老板，拜托你现在去告诉他，现在去告诉他好不好？那些，不要，不要现在。小老板，不要让他等待，等待真的好辛苦。陆毅，小马在那边。开车。小马，小马，小马！你干嘛？先生，我觉得你应该听听看，他要跟你说什么。小马，嗨，陆怡。你下车，我有话要跟你说。我有急事，
就这样说吧。我之所以会拒绝你的求婚，是因为我一直以为我忘不了阿豪。阿豪？对，阿豪在美国的未婚妻就是我。是雪乐叫我不要告诉你的。原来那小子学会说谎了。因为他相信，如果你知道了，一定会为了阿豪放弃我。那可不一定。也许我会跟阿豪打一架，看谁赢了就跟你在一起。你呢？阿豪走了，可是你没走。因为我记得你在日月潭说过，今年101的烟火会很美。你说你想要跟我在一起，看着烟火度过跨年的最后一天，一起迎接新的一年。对，我说过。可是计划赶不上变化，我明天就要去英国了。你确定你决定了？不会为我更改？因为你，我变得勇敢；因为你，我学会怎么付出。所以今年101的烟火下，如果你没来，我会在那一天祝福你，祝福你比以前更幸福。如果你来了，我要你给我幸福。我已经很幸福了，真的。麻烦你开车。明天就是圣诞节了，整个城市充满圣诞的气息。本来应该是欢乐的、相聚的节日，但是却特别的让人感觉寂寞。我跟许乐真的就这样结束了吗？
哎，许乐，伯父，谢谢啊。别客气。小许，有些话我想跟你说。伯父，请说。我知道最近你跟小贤处得不太愉快啊。自从你们俩认识以来啊，我有的时候会看你不太顺眼。其实啊，那是因为我看你走路的姿势怪怪的。如果你不嫌烦，你愿意让潘爸帮你看看吗？我回来了。你拿一个药，拿一个早上哦，你是去拿什么啊？许乐，什么话都别说，他是来看病的。看病。进来。小许啊，你没灵感，我觉得不是你脑子坏了，是脚步乱了。你看你走路的姿势不正确，弯腰驼背，这人呐，驼背久了就会没自信，没自信怎么会有灵感？你要记得啊，你要好好走路，你的心呐跟着脚步走，心不乱，脚步就不会乱了。喂，喜乐，我有事要找你。我跟你没什么好谈的。许乐，请你给我一个机会，也给你自己一个机会嘛。我知道你对于我们没有经过你的同意，就把你高中时期的手稿《果实的眼泪》拿出来出版，很不谅解。但是，它真的得到很大的回响，真的。成品4大畅销书，金石堂上个月销售冠军呢。啊？无论如何，它总是你写的作品，不是吗？一个被许多间出版社退稿的作品，如果它真的好，那为什么会被退稿呢？读者喜欢，并不是因为作品本身好，而是因为他们长久性对叶子习惯性的支持。他们喜欢的是叶子，并不是那本书。就算是这样，读者有错吗？读者没有错，我没有怪读者。其实我也没有怪你们。我只是对我自己不满，我没有办法写出好的作品，我现在没有灵感了。这个答案你满意吗？你今天找我来就是想要听我说我这些东西吗？不，其实我来是要跟你说，有关于你那本花了1年的时间埋头苦写的那本书。因为不符合读者的期许，所以你们不打算出稿了。这个我知道，我知道。不，这是公司行销部的意见。我个人觉得它非常具有文学性，所以我把它翻译成英文。
送去参加亚洲文学奖，而且得奖了。我把读者写来的信也顺便带来给你了。叶子，谢谢你的果实的眼泪，它让我回到青春的美好。亲爱的叶子，这本书我看了3遍，越哭越凶，真的让人好感动哦。叶子你好，我很好奇，《果实的眼泪》这本书里面，带头为学生争取尊严的萧大侠，是叶子的化身吗？徐乐，好久不见，你跟能行学妹一切都好吗？我想了很久，要不要提笔写这封信给你？最主要的原因，是因为我可以想象你看到这封信的时候，有可能以为我在捉弄你。我想跟你强调，我所写的一切都是真的。在我跟秉尊一起到处拍照的时候，我很认真地找一个人。之所以想要找到他，是因为我觉得自己好像还欠你一个真相。你们找谁？不是我在找，是他。他不是，他不是。那个人在年轻懵懂的年纪有了孩子，却因为南方的懦弱，没有一个幸福的归属。他离开了家乡，剩下一个小男孩。因为躲避别人异样的眼光，也因为必须独立生活，他只好把小男孩送到孤儿院。有空的时候，他会带着1瓶番茄酱，会用自己仅有的一点钱买一个便宜的苹果，假装是不相干的人去孤儿院探望他自己小孩，然后默默离开。他也跟一般女孩一样，希望可以遇到一个可以疼爱与呵护他的人，所以当他遇到一个追求他的男人，他告诉那个男人他的往事，并且祈求那个男人可以一起接回他的小孩。男人说要等到经济状况许可。他以为遇到真爱，穿着白纱，满怀希望地嫁给他。只是这个希望在很短的时间就完全破灭。男人喝酒，欠赌债，给他只有满怀的抱怨与殴打。他只好选择离开。之后，他找到一份在阿里山的纪念品店的工作，一份只够养活自己的工作。他曾几次回到孤儿院，但是他没有勇气问院长他的孩子到底去哪里。他只跟院长说，如果你看到他，如果他愿意原谅我，我会在那里一直等他。然而，他再也没有看过他的孩子，却也没有离开过那个纪念品店。你还记得我跟你说过，有些悲剧是来自命运。是的，是命运，让那个曾经遗弃你的人，你的母亲，直到如今还被囚禁在一个小角落，拥抱着懊悔与对自己的惩罚，一步也不敢离开。他害怕，即使有一天，甚至有1分钟，他离开了那里，会错过他的孩子，走到他的面前，给他救赎。徐乐，
也许你会选择扔掉这封信，也许你不会。无论如何，曾经采访你的我，当不成你的朋友的我，希望能提供一个选择，因为这个世界上没有任何人想要故意伤害他爱的人。祝福你的 Leo。你以为全世界都对不起你吗？你的亲生父母没跟你见面，你有一点可能他们有逼不得已的苦衷吗？我今天叫计程车，很凑巧的呢，就拦到了许乐他的车子。爸爸想通了，你们很小的时候啊，可能你已经忘记了，那个时候你们还不会走路，只会在地上爬。可是有一天，你们突然就扶着桌子能够站起来了。我给你妈高兴的，拼命在那鼓掌，替你们鼓励。可是许乐毕竟是一个人长大，当他踏出人生的第一步的时候，没有掌声，也没有鼓励，甚至于根本没有人发现。8月8号，父亲节，这么巧？因为这一天不是他真的生日，8月8号是他被丢在孤儿院外面的那一天。当别人在欢度父亲节的时候，他需要想起，今天是他被抛弃的日子。所以你很重要。如果你是许乐的朋友，那么除了我跟阿豪，刚刚成为许乐第3个朋友的你，是他很珍贵的1/3。朋友为什么带便当给你吃？因为我从小在孤儿院长大，所以我没有妈妈可以做便当给我吃。许乐哥哥，我想念妈妈。你看，往前一直走，就是天堂了。小五，你说过，妈妈在天堂守护着你。我们现在到天堂了。爸爸现在认为啊，许乐是个好孩子。如果你还愿意跟他在一起，那我们一家人陪着他一起向前走吧。夜晚